你好，今天我们讲冲突与双花攻击。通过上一讲，我们知道了记账人通过挖矿构造区块链，也就是工作量证明，来赢得普通用户的信任，也知道了需要通过激励机制来鼓励普通用户参与记账。可是，一旦有了奖励机制，就可能会有很多人一起抢着记账，他们记的账本不一样怎么办呢？奖励又该给谁呢？这就是冲突问题。很简单，只要所有用户都坚持一条原则来选择所信任的账本就可以了。这条原则就是信任最长的区块链。我们来看看，在这条原则下，普通用户和矿工的具体行为和产生的效果是怎么样的。首先，对于普通用户 A 来说，他并没有记账，所以在他那里并没有账本的记录。那么当 A 需要查账时，他就需要向 P2P 网络的其他用户发起获取账本的请求。此时可能会有多个用户 B、C、D 来响应他的请求，告知 A 自己所拥有的区块链的长度。A 收到响应之后，只会选择那个拥有最长区块链的用户的回应，从他那里获得区块链账本。我们再来看看矿工的行为。由于有了奖励机制，可能会有很多个矿工同时挖矿记账，以求获得奖励。如果你是一个矿工，你从 P2P 网络中得知当前最长的区块链长度是1000，那么你会从第一个区块开始创建区块链吗？当然不会，因为即便你以最快速度挖出了第0个区块，并在其中加入一条奖励自己的交易记录，然后向全网公开，那么你所创建的区块链由于长度太短，并不会得到其他用户的信任，也就相当于是作废了。所以聪明的做法是，你从收到的那些还没有被记录到前1000个区块的交易记录中，选择若干交易，打包形成区块，计算它的 nonce 值。当然，你肯定要把那笔奖励给自己的交易记录也记录进去。而且，为了获得更多的奖励，你肯定会优先选择那些提供手续费的交易。一旦你计算出了 nonce 值，你就应当立即向全网公布你挖到了第1001个区块，这样才能得到全网认可这个长度为1001的区块链，从而认可你记录在第1001个区块中那个给自己的奖励。不仅你会这么做，所有其他的矿工都会这么做。他们为了获得奖励，都会争着抢着想以最快速度挖出第1001个区块，并立即向全网公布。如果你正在挖第1001个区块 B， 突然收到了别的矿工公布过来的信息，说他已经挖到了第1001个区块 B 撇，你会怎么做呢？是继续挖第1001个区块 B 吗？如果你继续坚持，即便你最终挖出了这个区块 B， 别人可能已经在挖第1002个区块了，那你的第1001个区块 B 就形同作废了。所以聪明的做法是，一旦听说别人挖出了下一个区块，就应该立即停止手头的工作，转而投入下一个区块的争夺之中。听我这么描述，你肯定已经感觉到了，挖矿就是一群矿工之间的竞争，他们为了获得奖励，必须让自己挖出的区块成为当前区块链的最顶端。搞清楚了在这条原则下普通用户和矿工的行为，我们开始提出的那2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第一，很多矿工一起记账，记出的账本不一致怎么办？由于矿工会自发地从当前已知最长区块链开始记录下一个区块，所以 P2P 网络中流转的区块链的绝大部分都是一致的。虽然在顶端存在很小一部分不一致，也就是分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只有最长的链，也就是主链才能存活下来。第二，很多矿工一起竞争，奖励该给谁呢？由于所有用户都只信任最长的区块链，所以只有赢得挖矿竞赛的那个矿工创建的顶端区块才会被大部分用户所认可。奖励自然而然的也就给了每一场挖矿竞赛中胜出的那个唯一的矿工。这套机制看起来已经很完美了，可是在实际支付场景中还是可能会遭受到双花攻击。按照区块链的记账机制，矿工需要完成工作量证明才能产生下一个区块，而这一般需要花费相当长一段时间。比如
比特币区块链大约每10分钟才能产生一个新的区块，所以一笔交易从创建、传播到最终被记录到区块链上是会有时延的。而在实际支付场景中，商家未必会等到交易记录到区块链之后才交付商品，否则太影响消费体验。攻击者通常都是利用这个漏洞来实施双花攻击。第一种常见的双花攻击是 Race Attack。攻击者可以在支付时同时创建2笔交易 T 和 T 撇，其中 T 是正常支付给商家的交易，而 T 撇则是转账给自己的另一个账户，同时附加一定的交易手续费。说白了就是一女双价。攻击者向商家出示交易 T 后，商家就向他交付了商品。请你想一想，如果这2笔交易同时向全网传播，哪一笔交易会被优先记录到区块链上呢？没错，当然是 T 撇，因为 T 撇中有交易手续费，所以矿工会优先记录有手续费的交易。如果 T 撇被记录下来之后， T 的转出账户就没钱了。当有矿工再要记录交易 T 时，就会发现这个交易不合法了。因此结果是，商家交付了商品，却分文未入。攻击者虽然付出了一定的交易手续费，却获得了价值更高的商品。这个攻击原理就像是让那2笔交易自己在 P2P 网络中竞赛，看谁先进入区块链，所以这个攻击就被命名为 Race Attack。Fini Attack 就更加直接一点，不用让这2笔交易再竞赛了。攻击者先创建交易 T 撇转账给自己，然后通过挖矿将这笔交易记录在下一个区块中，但是暂时不公布这个区块。此时迅速的创建交易 T 出示给商家，获得商品后再迅速的公布他所挖出的那个区块。如此一来，交易 T 当然就变成了非法的交易，自然也就不会再被记录到区块链上了。在这个攻击下，攻击者连交易费都不用付就骗取了商品。以上2种攻击利用的都是卖家还未确认交易被记录到区块链上就支付了商品的漏洞，所以要应对这2种攻击，需要商家确认交易进入区块链之后才可以交付商品。最后一种常见的双花攻击是著名的 Majority Attack， 又称为51%攻击。在51%攻击中，假设攻击者拥有了全网51%的算力，也就是说，在每一轮挖矿的竞赛中，他都有1半以上的概率获得下一个区块。这样一来，即便商家已经确认交易 T 记录到了区块链，再交付商品，攻击者也可以动用51%的算力，从交易 T 所在的区块之前的那个区块强行分叉出更长的链，从而使 T 所在的区块失效。正因为如此，比特币建议大额交易需要在交易得到6个区块以上的确认之后才生效，因为一旦有6个区块以上的确认，那就很难再分叉出更长的链了。通过这一单元的学习，我们知道了密码学哈希函数的巧妙运用和简单的最长区块链信任原则，让一群用户建立起了对统一的账本的信任。此前，我们还知道公钥密码机制能让任何用户在这个统一账本上拥有自己的资产账户，而且这一切都无需中心化可信节点的介入，完全依靠所有用户的自发行为。还记得用户怎么向别人证明自己对资产账户的所有权吗？没错，就是用自己的私钥来生成交易信息的数字签名。也就是说，私钥是你打开资产账户的钥匙，一旦泄露给别人，别人就同样具备了支配这个账户的权利。你该怎样保护私钥的安全呢？下一单元对称密码为您讲述。本节课就到这里，谢谢。